这是三国最反常也是最惊险的一场解围之战，关羽水淹七军，于禁投降，庞德备战。此时的曹仁被困在樊城，整个曹魏的南线摇摇欲坠。曹操一度考虑迁都，以避锋芒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不起眼的将领带着一批刚刚入伍的新兵，一战击退了威震华夏的关羽。战后，曹操亲自出城迎接，称赞他的功劳盖过孙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lo， 今天我们来聊徐晃、徐公明。说到徐晃，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手持一把开山斧。小时候玩街机三国的时候，看着徐晃拿着大斧冲过来，我都是绕着走。后来才知道，历史上大斧并不是一个实用的战场兵器。今天我们就翻开《三国志》，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真正的徐晃。我们之前聊五子良将的时候，会发现这5个人各有各的标签，比如张辽威震逍遥津，乐进是临阵先登，张合是巧辩，于禁咱们再等等，快了哈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徐晃，反而很难下标签，因为徐晃是一个全能型的将领，他能攻城，能野战，会断粮，还善于劝降。徐晃字公明，河东郡阳县人，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洪洞一带。年轻时候是郡里的一名小吏，后来追随杨凤讨伐贼寇，因为立下战功，被拜为骑都尉。西元195年，李傕郭汜在长安反目成仇，两边打得不可开交，汉献帝刘协再次被挟持为人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徐晃劝杨凤护送天子东归洛阳，杨凤接受了他的建议，可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搬家。汉献帝东归这一路后面有李傕郭汜的追兵，内部又是杨凤、董承、韩先这些人互相猜忌。此时百官缺少衣食，护卫天子的兵所剩无几。据说小皇帝在渡河的时候，还要从几十丈高的河岸用绢布掉下去。此时李傕郭汜派着兵一路追赶，杨凤、董承等人在红龙和追兵交战，结果大败，百官士卒死伤无数，朝廷的车辆、典籍和随行的物资几乎全部丢失。为了继续护送天子，他们又向河东一带求援。此时皇帝的护卫军被打到不足100人，汉献帝可谓是九死一生，渡过了黄河。抵达安邑以后，徐晃因为护驾有功，被封为都平侯。在五子良将中，徐晃应该是唯一一个在投奔曹操之前就已经封侯的人。汉献帝回到洛阳以后，护驾的内部人员再次开始争权，韩先和董承天天争斗，局面再次失控。此时徐晃劝杨凤直接归附曹操。此时的曹操有地盘，有军队，也有一套完整的幕僚班底。杨凤一开始同意了，可曹操来了以后，想把汉献帝从洛阳迁往许县，杨凤又反悔了。就在汉献帝迁往许县的路途中，杨凤和韩先试图拦截，但没有成功。曹操随后进攻杨凤驻守的梁县，而徐晃也就是在此时归附了曹操。《三国志》原文：太祖讨凤于梁，晃遂归太祖。有人会说，这算不算不忠？怎么说呢？我的看法不算。从徐晃劝杨凤护送天子，我们就知道徐晃的初衷是想把小皇帝从郭汜和李傕的手中带出来。后来他又劝杨凤归降曹操，也是希望能够把小皇帝从董承和韩先的内斗里解救出来。他其实和荀彧一样，忠的是汉，是当今的圣上。他认为曹操是能够重建秩序的强大政权。你杨凤既然选择继续在洛阳跟他们内斗，与曹操为敌，但我徐晃只能选择离开。这一次选择让徐晃的人生也真正的进入了主线。曹操给了他一支兵马，让他进攻卷县、元武一带的贼寇，战后被拜为皮将军。紧接着曹操征讨吕布，徐晃又单独招降吕布的部将赵肃、李周等人，后来又和史涣一起在河内斩杀了崔固。徐晃早期曹操交给他的任务基本上都能稳稳的完成。西元200年，官渡之战爆发，徐晃先跟随曹操击破刘备，参加白马之战。关二爷斩杀了颜良，徐晃攻下白马。
随后延津之战，徐晃又因为参与了击破文丑，因功被拜为偏将军。当然啊，这些功劳首功肯定是关二爷，但从战后的封赏来推断，徐晃的战功也必然不小。随后，他先和曹洪讨伐山贼，随后又和史涣在乌巢旁边的顾氏袭击了袁绍的运粮车队。这一战，《三国志》记载功最多。我们都知道，官渡之战曹操能赢，核心就是因为曹操摧毁了袁绍的运粮补给。徐晃打掉了曹操的运粮车，就相当于直接击中了袁军的血管。这一战，徐晃再次受封为都平侯。曹操击败袁绍以后，河北并没有立刻平定。204年，曹操包围了邺城，又攻破了邯郸。益阳县令韩范先是假装投降，随后又关门拒守。曹操派徐晃前去攻城，徐晃到了以后没有马上猛攻，他把劝降信绑在箭上射进城里，把投降和抵抗的厉害一条条的给韩范看。韩范看后决定投降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韩范先是假装投降，反叛之后看到曹军再次兵临城下，此时又投降，曹操会接受吗？徐晃并不是只顾着交差，他主动找曹操说：“二袁未破，诸城未下者，亲耳而听。今日灭益阳，明日皆以死守，恐河内无定时也。愿公降益阳，以示诸威，则莫不忘封。”袁谭、袁尚这两个娃娃，此时还没有完全消灭。如果我们今天不接纳益阳的降书，其他的城池守将必然拼死抵抗。这个韩范反复投降2次，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。咱们此时如果接纳了他，正好说明我们是仁义之师，其他守城的将领看了也一定会望风而降。曹操采纳了徐晃的建议，离开益阳以后，徐晃又攻打毛城，他先设下伏兵，然后再发动袭击，一举击破了3个营屯。随后，他跟随曹操在南皮消灭袁谭，又平定了平原郡的叛乱。西元207年，曹操北征乌桓，徐晃率军征讨闼毒，战后被拜为横野将军。第2年，曹操南征荆州，徐晃驻扎襄樊，讨伐临掬、宜城一带的敌军。之后又和满宠在汉津一带对抗关羽，和曹仁在江陵对抗周瑜。210年，太原郡发生了叛乱，徐晃包围大陵，攻破城池，斩杀了叛军首领商曜。这几年，徐晃跟着曹操南征北战，几乎每一场战他都有参与。他就像曹操手里的一个多功能工具，没有固定的战区，但哪里出现了问题，他就会被派到哪里。这种履历看上去虽然不够封神，但却最能检验一个将领的能力。这些战役看上去像是流水账，但实际上每一场战略都有所不同。比如说远征乌桓和驻守荆州，面对的气候、地形、敌人都完全不同，打法必然也不同。平叛山贼和对抗周瑜，一个是骑军冲锋，一个是步兵水战，这些也都不是同一套打法。徐晃在不同的战区被连续使用，说明曹操对他的综合能力是完全放心的。可以理解为，他属于那种在公司里每一次庆功宴上，他都不一定坐在最中间，但一定有他的一席之地。徐晃这样的人，可能就和卡罗说书一样，节目不一定有流量，但讲历史在 YouTube 上一定有我的一席之地。211年，关中之战打响。这一年，马超、韩遂在关中起兵反曹。曹操先让徐晃驻扎汾阴，安抚河东。这个安排很有意思。曹操知道徐晃就是河东人，所以还赐他酒食，让他先去祭扫先人的坟墓，有人情味，也很有政治意味。大战当前，让河东籍的名将先衣锦还乡。曹操此举既能让徐晃安心，也是在向当地人表态，跟随我曹操的人都可以得到尊重，也可以光宗耀祖。你看，同样是河东人的关羽，现在在荆州怎么样？回不来了吧？哎，真可惜。曹操的军队抵达潼关以后，面对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怎么渡河。如果大军挤在一个渡口强渡，马超、韩遂只要发动攻击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于是曹操问计于徐晃，徐晃说：“公胜兵于此，而贼不复，别守蒲坂，知其无谋也。今假乘精兵渡蒲坂津，为君先至，以结其礼，贼可擒也。”主公把大军摆在潼关，
敌人却没有另外派兵防护蒲坂，这说明他们也没有看懂我们的下一步。现在你给我一支精兵，我先从蒲坂渡河，在对岸建立阵地，切入敌军以后，大军就有机会顺利通过。我们简单的把地图关系讲清楚，马超、韩遂把主力压在潼关，是想把曹操堵在关中东面的门口。蒲坂津在黄河的上游，是曹军绕开潼关的正面，进入关中腹地的一条通道。一旦徐晃先在对岸站稳，曹军就不必继续把所有的兵力全部集在潼关这一个点上，原本的东西对峙就会被徐晃从侧后方拉开。马超、韩遂要么分兵去堵徐晃，要么就眼睁睁地看着曹军的主力逐步过河。曹操听了徐晃的战略，只回答了一个字：善。徐晃随即带领4000骑兵渡过蒲坂津。徐晃到达对岸以后，壕沟和栅栏还没有完全修完，梁兴就带着5000步骑趁夜杀来，4000人立足未稳，5000多人夜间突袭，徐晃硬是把梁兴击退，守住了渡口。曹操主力也因此得以顺利渡河，最终击败了马超和韩遂的关中联军。这一战算是徐晃人生中的高光时刻。关中联军击破以后，徐晃又和夏侯渊一起平定鱼糜先县一带的氐族人，在安定和曹操会师。曹操返回邺城以后，徐晃继续配合夏侯渊讨平夫县、阳夏一带的残余势力，斩杀了梁兴，招降了3000多户。西元215年，曹操征讨张鲁，徐晃率军讨伐攻读、裘夷一带的山地，各部相继投降，徐晃因此被升为平寇将军。之后，他又替张顺解围，攻破了陈福等30多个营屯。发现没有，徐晃的战绩不是斩将于阵前，而是解围、断粮、招降、伏击、抢渡、拔营。他打仗特别像一个工程师，找到整个系统里最容易崩的节点，然后再用最合适的方法把它们全部拆除。没过多久，汉中之战开始了。曹操返回邺城以后，把徐晃和夏侯渊留在阳平关一带抵御刘备。刘备派陈氏等人带领10多个营截断了马鸣阁道，这个地方是汉中连接外部的一个重要通道，一旦被彻底切断，曹军的兵源和物资就无法全部进出。徐晃得到消息以后，立刻派军反击，一举击破了陈氏。蜀军有半数以上的人坠入山谷而死。曹操听到消息以后非常高兴，授予徐晃假节之权。此阁道汉中之险要咽喉也。刘备欲断绝外内，以取汉中，将军一举，克夺贼计，善之善者也。马鸣阁道是汉中的咽喉，刘备想切断内外联系，夺取汉中。徐晃这一战直接把刘备的计划打破了，善之善者也。公明哥哥，妙哉妙哉！曹操夸徐晃，不是说你徐晃杀了多少人，而是你克夺贼计，你让刘备那个忘恩负义的老匹夫计谋失效了。其实克夺贼计这4个字几乎可以概括徐晃一生最强的能力。早年在官渡断粮，徐晃干掉了援军补给的通道，蒲坂津打通了曹军进入关中的通道，而这次马鸣阁道直接阻断了汉中的连接通道。徐晃的仗开局并没有打得天崩地裂，他往往是先观察，再移动，再让对方不舒服，等敌人部署被迫改变了以后，再开始进攻。不过汉中之战最终的整体局势还是转向了刘备一方，曹操最终撤出，徐晃被调到了宛城，协助曹仁一起对抗关羽。然后徐晃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战来了。西元219年，关羽北伐襄垣，水淹七军，于禁全军覆没，庞德被杀。这场大水让关羽威震华夏，曹仁被围困在樊城，吕长被围困在襄阳。此时关羽还修筑了围堑鹿角，以此切断内外联系，而且樊城内部的水位也在不断的上涨。这个时候徐晃带着部队来了，不过此时他手里的兵大多都是新兵。三国志记载，黄所将多新卒，以与难与争锋。徐晃认为自己带来的都是一些没有经过大仗的新兵，所以很难和关羽正面争锋。徐晃带着兵在杨凌背驻扎，等待后续援军。曹操又派徐商、吕建等人前来增援，同时下达了命令，必须等兵马全部集结完毕，再一起向前推进。关羽有一部分兵在郾城驻扎，徐晃抵达以后开始修筑长壕，
摆出一副要切断郾城后路的样子。郾城的守军担心被包围，就主动烧掉了营地，撤走。徐晃几乎没有付出任何正面强攻的代价，就拿下了郾城。这些新兵有些甚至是第一次上战场，碰到关羽这种威名赫赫的将军，自然是不敢正面硬刚。徐晃让他们先挖壕，再推进，最后逼迫敌人主动撤军，算是完成了一次低风险的战场适应。而这些士兵也发现，关羽的军也会撤，也会害怕后路被切断。原来威震华夏的关二爷并不是不可战胜的。拿下郾城以后，徐晃把两边的营寨全部连接起来，一点一点的向关羽的包围圈推进。此时曹操前后派来的殷蜀、朱盖等援军陆续抵达，总共12营。兵力到位以后，徐晃出手。关羽军在围头有一处营屯，在四种又有一处营屯。徐晃先放出消息，说自己要强攻围头，暗地里却把真正的进攻目标放在了四种，声东击西。关羽发现四种即将失守，亲自率领5000骑兵出战。徐晃正面迎击，结果关羽战败后退。看到关羽退军，徐晃继续追击，一路追着关羽的退兵，直接冲进了关羽围攻樊城的防线之中。这些樊城的围堑鹿角一共有10重，徐晃带兵长驱直入，击破了关羽军的围垒。关羽军的阵型瞬间崩溃，樊城之围就这样被徐晃正面撕开。平时的徐晃谨慎的一步都不肯多走，看到战机的徐晃比谁都狠。这才叫先围不可胜，然后战。先保证自己不败，等敌人露出了破绽，再来疯狂的进攻，不给对方任何喘气的机会。在襄樊的战场还有一段著名的故事，徐晃和关羽因为都是河东的老乡，过去也有一些交情。两个人在对阵的时候，远远的说话，只谈过去的交情，完全不谈军事。君侯一别多年，不想须发皆已斑白。结果过了一会儿，徐晃突然下马，突然向军中发布命令：得关羽场头者赏1000金。关羽听完大吃一惊，对他说：大兄是何言也？哎，老哥你啥意思？徐晃只回答了一句：是国事耳。哎，啥意思？国家之间的事情，私交是私交，军令是军令。不过说实话，既然是打仗，用这种昔日恩情来麻痹对手，这种做法多少有点下头。樊城解围以后，曹操下达了一份分量极重的嘉奖令：贼围堑鹿角10重，将军自战全胜，遂陷贼围，多斩首虏。吾用兵30余年，即所闻古之善用兵者，未有长驱进入敌围者也。且凡襄阳之战围，过逾矩即墨将军之功。与孙武穰居，关羽修了10重围堑和鹿角，你和威震华夏的关羽正面交战，而且还取得了全胜，干掉了他的鹿角。我用兵30多年，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能够长驱直入、攻破敌围的将军。当时樊城和襄阳的局面堪比战国时代的莒城、即墨，而你徐晃的功劳更是超过了孙武和司马穰居。曹操手里那么多名将，但是把自己爱将比作孙武和司马穰居的，仅有徐晃一人。我理解，徐晃真正打动曹操的，除了击败关羽以外，更重要的是他是带着一批新兵起步，稳扎稳打，最后击退关羽，追入10重围堑。整套过程从控制风险到抓住战机，几乎每一步都是精心设计。徐晃率军凯旋摩碑，曹操亲自出营，实力迎接，为他举行了酒宴。曹操举杯劝酒，对徐晃说：樊城、襄阳，将军之功也。能够保住樊城和襄阳，都是将军的功劳。随后，曹操巡视各军的营地，当时各路军队都集中在摩碑，士兵看到曹操前来，纷纷离开队列，开始围观。只有徐晃的军营阵型整齐，将士全部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徐将军，曹操看完感叹：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矣。这个评价其实比单纯夸徐晃勇猛更重。勇猛可能只是一时血气，治军却是长期的习惯。徐晃能够带着部队冲进关羽的围堑，说明他有胆量。打完胜仗以后，军营还能够保持整齐，说明这支部队训练有素，作风优良。徐晃不只是替曹操赢了一仗，他已经练出了一支有规矩、有执行能力的军队。
这样的将领才能够独当一面。曹操拿徐晃比周亚夫，夸的就是这种不因为权贵到场，或者因为胜利就去破坏军中的秩序。当年汉文帝巡视细柳营时，其他军营听说皇帝驾到，远远的就开门迎接。只有周亚夫的军令森严，皇帝到了营门也要按军法通报。魏略记载，徐晃治军严厉，部下经常被他驱使的没有时间吃饭和休息。军中也因此流传了一句话：不得享，属徐晃。摊上徐晃，饭都吃不上。徐晃听到，笑着反问：我锤破汝乌鱼焉？意思就是我有把你们吃饭的锅给砸了吗？这个回答挺幽默。将士抱怨跟着徐晃忙得吃不上饭，徐晃的意思是这锅不是还在吗？先干活。西元220年，曹操去世，曹丕继位魏王，徐晃被任命为右将军，晋封陆乡侯。曹丕称帝以后，又把徐晃追封为阳侯。阳就是徐晃的故乡阳县。项羽曾经说：富贵不归故乡，如锦衣夜行。曹丕把徐晃封到了自己的家乡，就是和他爹曹操一样，给这位老将军一份非常体面的荣誉。魏明帝曹睿继位以后，吴将诸葛瑾进攻襄阳，徐晃再次负责抵御吴军。战后，他增加10亿200户，前后合计3100户。这个时候的徐晃已经是一位经历了30多年战乱的老将。曹操时代，他配合过曹洪、史涣、夏侯渊、曹仁；曹丕时代，他又和夏侯尚一起行动。到了曹睿即位，他仍然在襄阳前线，从护送汉献帝东归到替曹操平定袁绍，从关中抢渡蒲坂到汉中击破陈氏，中年长驱直入，击退关羽，晚年依然在一线抵御诸葛瑾。徐晃从汉末一路打到了曹魏，经历了汉献帝、曹操、曹丕、曹睿4个时代。他几乎没有成为大战的最高统帅，却总是出现在每一场战役。他可以当先锋，可以断粮，可以攻城，可以招降，也可以独自解围，长期镇守。这就是徐晃真正的价值。晚年病重时，徐晃留下遗命，等他100年之后，只穿平时的衣服狩猎，不做任何铺张的行为。陈寿评价徐晃：性简约未胜，将军长远斥候，先为不可胜，然后战，追崩争利，誓不暇使。他生活节俭，为人谨慎，领兵的时候总把斥候放到最远处，把敌情侦查清楚，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再寻找机会交战。一旦等敌军崩溃，他会紧追不舍，把战果吃到最大。跟着他打仗的士兵经常会忙得吃不上饭。这几句话把徐晃写透了：没有机会的时候比谁都稳，机会出现的时候比谁都狠。徐晃还曾经感叹过：古人患不招明君，今幸遇之，常以攻之效，何用私欲为？古人最担心的是遇不到可以效力的明主，现在我有幸遇到了，我就应该用战功来证明自己。至于个人名声，我完全不在乎。这个地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初徐晃跟着杨凤忠于大汉，后来即便是曹丕劝汉，他也愿意誓死追随的原因，因为他找到了真正的主公。所以徐晃的一生没有朋友，也从来没有参与任何拉帮结派。他的道路很简单，老板交给我的任务，我会把它全力以赴地完成。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职业军人。227年，魏明帝太和元年，徐晃去世，谥号壮侯。他的儿子徐盖继承爵位。徐盖去世以后，又由徐霸继承。魏明帝后来还从徐晃的10亿中分出一部分，另外封给他的2名孙子为列侯。徐晃的一生没有传奇的出身，也没有最炫目的个人勇武，可他做到了一个职业军人最难做到的事情：平时守得住，战时顶得上，胜利时不骄，危急时不乱，不靠私交，不抢虚名，只用一次又一次完成任务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徐公明当得起曹操那句周亚夫之风。好了，关于徐晃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如果觉得有遗漏或者有误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进行补充。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，
有条件的小伙伴可以点击下方超级感谢按钮，感谢，我是卡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将军一举克夺贼气，善之善者也。您今夜只带100人马去牛槽营，若折了1人1骑，也不算功。